大家好，歡迎來到知定講堂的啟蒙論壇，我是郝廣才。阿葉，你知道阿特拉斯嗎？我知道，阿特拉斯是希臘神話中力量和耐力的泰坦天神，用肩膀舉着地球的就是他。那你覺得阿特拉斯一直舉着地球，會不會很累啊？我沒想過天神會不會累，但如果是我的話，一想到就很累。我問你，如果阿特拉斯太累，會不會罷工把地球放下來呢？天神會罷工嗎？工人會罷工，空姐會罷工，教師會罷工，好萊塢編劇也會罷工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有一天當老闆的也受不了了，也罷工，世界會變怎麼樣？老闆應該都很怕罷工，所以老闆自己不可能會罷工。但如果老闆罷工了會怎樣？1957年10月10號，阿特拉斯耸聳肩在美國出版，起印量10萬本，秒殺賣光，而且持續70年暢銷不減，每年大概可以賣出25萬本到30萬本。英美圖書館票選呢，影響力排第2，排第1的是什麼？聖經。阿特拉斯肩扛世界的巨人，他膝蓋彎曲，手臂顫抖，用最後力氣舉起世界。他越用力，世界就越沉重地壓在他的肩上。你會告訴他什麼？不知道，聳聳肩吧。這本書以阿特拉斯比喻企業家約翰·高爾特，他帶頭各大企業家罷工，就是換老闆也罷工。約翰·高爾特他是什麼樣的企業家？他是有發明能力的企業家，很像以前的亨利·福特、賈伯斯，現在的伊隆·馬斯克。他成功賺大錢是靠不斷的創新。這麼成功了，為什麼還要罷工？他被怠惰思考的大眾當箭靶，這些人為不思考找理由，把軟弱當美德。他們嫉妒成功，夢想不勞而獲，把獨立思考說成傲慢，承擔責任當作自私，用各種定義和標籤來捆綁他。政客更糟糕，政客呢，迎合平庸，通過法律來發錢，實現不勞而獲，交換更大的權利。天啊，這不是在說現在的台灣嗎？還有一種更討厭，就是錯的事不反對，對的事不同意，假裝中立，袖手旁觀的人。他們其實在榨乾善良，滋養邪惡。更壞的是，利用你的善意來傷害你。高爾特就是這種平庸仇恨的目標。你猜他有什麼感受？如果我是他，我會感覺四周充滿仇恨。不，他沒有一點仇恨感，而是感覺被無聊包圍，令人精疲力竭的無聊。所以他說，我們思想之人正在罷工，我們罷工，反對不勞而獲的回報，反對追求幸福是罪惡的教條。我感覺他好像改變主義的普羅米修斯，為人類帶來火種而遭到禿鷹的撕咬。他要掙脫鎖鏈，收回神火，直到人類收回禿鷹。對，高爾特不見了，有思想的老闆接連消失。小說前2/3在追問高爾特去了哪裡，後1/3他終於現身，集合有思考的人，企圖再造理性的真善美社會，渴望理性的目標，追求理性的價值，只在理性的行動中找到快樂。你知道這本小說內容超過1000頁嗎？這麼厚，出版這麼久，一直賣這麼好，是什麼原因？因為不同年代都有相同又笨又壞的蠢蛋，所以你讀這本小說，
好像時空是今天現在，很有臨場感，很容易感同身受。你把人名地名換成現在的台灣，你會以為這是剛寫出來剛出爐的新書。真的嗎？我來把老高換老曹看看。真的越看越像。這麼厲害的作者是誰？安蘭德，這是筆名。他出生在俄國，12歲俄國發生革命，他爸爸的藥房被沒收，全家逃到克里米亞。4年後，共產黨又打到這裡，他燒光日記，怕被發現有反蘇聯的言論。大學畢業以後得到簽證，去紐約探親，決心不回蘇聯。他說，如果戰爭來襲，我願意把自己拋向天空，用身體保護這一切。他在好萊塢靠寫劇本和小說謀生，常以蘇聯為背景創作，很不討好。開始被看到是在1月16日的夜晚的戲劇，這是一出法庭舞台劇，每次演出會盲選一位觀眾加入陪審團，沒有固定結局。獨特的開放式演出在百老匯成為話題。他第一本成功的小說叫《源頭》，曾被12間出版社拒絕，原因不是寫不好，而是編輯認為寫得太好，怕沒有人讀懂而賣不好。直到有一個編輯叫歐登，他跟老闆說，不出這本書我寧願不幹了，出版社才勉強出版，沒想到6年賣了600萬本。哇，票房毒藥變仙丹。他為什麼要寫阿特拉斯聳聳肩？因為他怕自由的社會被蠢蛋弄壞了。那些蠢蛋從來沒有在集權統治下生活過一天，只會整天滿口正義，自以為是。所以他寫阿特拉斯聳聳肩，意義更深更廣，在討論資本主義的理想、社會主義的悲慘、政府控管的災難。這回出版社沒有害怕，起印就10萬冊，果然更暢銷。他認為文學是聚焦人心的鏡頭，不管作者或讀者，當一個人跟文學打交道的時候，其實是在跟思想打交道。但厚厚的1000頁會不會嚇到沒自信的讀者？放心，我有一個妙法攻略。你看這本書，可以先翻到金錢演講那一段來讀。我現在翻開來讀幾句。錢只是一種工具，它可以帶你去任何想去的地方，但它無法取代你做司機。詛咒金錢的人嘗試透過不光彩的方式得到金錢，而尊重金錢的人則是靠自己的努力掙來的。金錢要求你出賣的不是你的弱點，而是你的才華。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的人，金錢買不到幸福。有人告訴你金錢是罪惡的，趕緊逃命。這句話是劫匪逼近的警報。財富是人類思考能力的產物。有了基本觀念羅盤，在讀小說就不會迷失在複雜的情節和對話。真的很犀利吧？觀察這本書在不同國家銷售的程度，就可以看出那個地方自由的堅韌度。那台灣呢？你感覺台灣賣了幾本呢？阿葉，如果連你都沒有看過，我感覺應該沒有幾本。所以我要特別介紹這本有關自由的名著。這樣的好書越多人知道，自由的觀念越鞏固。安蘭德說過一句名言：我們生來手無寸鐵，思想是我們唯一的武器。有思想的不會被統治，有抱負的不會停滯。越聽越有道理啊！我要好好看一看。書看不完，擺在架子上也高興。書你慢慢看沒關係，網絡上可以找到很多安蘭德的訪談。你看他批評的人，好像在罵現在的台灣蠢蛋們。